2024年是很艰苦、很动荡的一年。开始做的是2019年7月，后来在疫情期间创办了高雄工作室，当时只有1位员工跟1个外包剪辑师，各种制度都是空。我2021年结束疫情，年底的时候买了现在这个工作室。一开始其实公司也没什么规模，整个22年到了大概10月的时候，老大来，然后进入了23年。其实22年受了很多的困境，非常难做，可是也在困境中慢慢成长，然后就一直到现在。今年上半年是一个变动宫的存在，中间出了各种神奇的招聘，有那种来3天的，最近还有一个来8小时就失踪了，真的是来了一大堆这种很神奇的感情问题离职的，他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世界啊，就离职了。还有压力太大离职的，做一做就是哭啊，哭一哭就离职了。还有说要开刀就离职的，然后把我们公司的素材都抠走，真的有够要求的，想一想有点生气，超夸张的，真的不懂。世代改变了啦，年轻人他不见得觉得我一定要替你卖命到底，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跟累积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2024年是很艰苦、很动荡的一年啊！我开始做的是2019年7月嘛，那时候在家做。后来我在疫情期间呢，创办了高雄工作室。那当时只有1位员工跟1个外包剪辑师，非常不容易啊，各种制度都是空啊，然后又遇到疫情啊，所以上班上也很困难。但是呢，在那一段时间也收获了很多。2021年其实就整个公司的收益来说，第一个我人员很精简，但是我的收益是相当不错的。但是 YT 到了疫情之后呢，显著调降广告分润收益。那这个的巅峰在哪里？我2021年结束疫情，年底的时候买了现在这个工作室吧。我记得我来台北的时候，我原本的小编群都已经解散了。以前有小雨嘛，他主要是遇到一些情绪上的处置障碍的问题，后来呢也不太能再待了。还有我们一个剪辑师叫阿荣，他是高雄的另外一位铁粉啊。一开始其实公司也没什么规模，可是其实就收益方面来讲，其实就是个体户加上几个剪辑就很够了。那个时候的 YT 就是这样的生态，你就可以活下来。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后来中天进来，中天一进来，整个 YT 的生态非常有压力。但是其实就连高雄工作室我都投入巨大，前前后后也花了好几十万吧。台北工作室更别说了，台北工作室这些设备花起来50万、70万，搞不好都超过了。然后后来其实主要是接了中广的广播，疫情结束，中广就问我说要不要进广播间播。那要进广播间，那我得住台北啊，因为周一到周五都得广播嘛。再加上一直都有的一些零星的通告，就那时候毅然决然就搬上，所以就我刚才讲的买房子的事情。然后上了台北之后呢，门面就很快就打开了。那紧接最大的困难就是你的工作室要重新 ready。然后那时候刚好翠丝小姐姐就来应征啊，我们就2个人开始搞，从这个草创工作室开始。那时候工作室也还没装潢，我们就躲在里面小房间里面，后面那个场景呢也是还有帘幕什么的。后来终于装潢好，因为缺工的关系，装潢拖了非常的一段时间啊。后来我们就陆陆续续有新的小编加进来，然后2号呢是我们那时候台北工作室的第3个员工，然后后面的陆陆续续有很多各色各样的员工啦。接下来就老大进来，老大同期有另外一个女生也有来，然后但女生后来因为感情啊什么的，反正就走了，所以也不容易。那老大来了之后呢，我发现老大很有天分哦，这个剪片也是相当厉害，所以后来他就成为一个主力。2号来了1年多之后他才来的，那是下一波在扩编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感觉到频道要往上走。可是啊，难就难在这里，你很难掌握那流量。我们是21年末创这个台北工作室，整个22年到了大概10月的时候，老大来，然后进入了23年。其实22年受了很多的困境哦，非常难做。那基本上都是靠我们的会员铁粉哦这赞助，可是也在困境中慢慢成长。然后后来到了今年初的时候，又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员工，好不容易训练好，到了暑假他跟你说他离职了，所以我们被迫再征新的员工。那个时候狗狗编才来，那同一期的还有一个高高的女生，后来 model 身材的没留下来，但狗狗编留下来，然后就一直到现在。所以今年的上半年基本是一个变动宫的存在，中间出了各种神奇的招聘，有那种来3天的，最近还有一个来总共8小时来讲，一天来4小时，来了8小时就失踪了，然后就不干，真的是陆陆续来了一大堆这种很神奇的这个角色，奇葩真的很多，很多感情问题离职的，突然想离职的，做半年都很稳哦，他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世界啊，就离职了，我也不懂哦。还有压力太大离职的，做一做就是哭啊，哭一哭就离职了哦。还有说要开刀就离职的，然后把我们公司的素材都抠走，真的有够要求的真的想一想有点生气，你知道吗？超夸张的哦，反正各种真的不懂，没有，因为世代改变了啦，就年轻人他不见得觉得说
说啊，我一定要替你卖命到底啊，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跟累积。其实员工跟老板之间相处久了，其实就像家人一样，至少我们这种新创小企业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是一种伙伴的关系。当然拥护关系是一件事啊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革命情感嘛。我说我们新年的展望要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做成头部品牌。我觉得我们至少在台湾目前同类型品牌里面已经算是不敢说头部，但绝对是领先群，而且是最领先的前几个。所以就出去，你说你在哪里上班啊？如果你说我在历史哥那边上班，就像你说我在台积电上班，我就想要做到这样。要做到这样，我们要更努力嘛。我对我的频道的控管是严格的。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不是说他要不要留你这里或什么，你叫他自己想其实是错的。你要先想给他看，再让他想一想，你想给他看的是不是对的？因为他们的教育里面没有教他们怎么想，这是很有趣的事。这其实也是我今年，我说真的，我就说我现在在学做4个老，直接学做老爸、做老公，学做老师。为什么做老师？因为我想要的是社会的移风易俗，所以某种程度是一种老师嘛，最后该学做老板。这也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体悟啊。我后来发现前3个都还没那么难，当然也是要很努力，但是我说觉得做老板是最累的。你怎么拿捏那个尺度？你要有一点边界感。工作这种东西，它是尤其我们人文类型的工作，它没有一个非常范式的东西可以参考。反正就到今年的感觉就是慢慢的度过那个乱局啊，在这极度混乱当中呢，慢慢离出一个乱中有序。其实最后真的要特别感谢太太，还要感谢妈妈。妈妈真的是给予最大的支持啦，特别是在比如说贷款的什么上面的赞助。说真的，在台北，真难的。我这辈子也没想过我会买房子，你知道吗？最后要特别感谢太太其实太太这几年真的是最辛苦的。夫妻等于是一起创业整个家庭都压在整个事业上面，然后事业中也有家庭要发展，那对于太太的压力就特别的大。一定程度上，她也必须要协助我去关注或者是去照顾我们的员工嘛，这也是变成她额外的一个工作。然后我们公司因为小编不可能24小时驻点，所以很多在非小编工作时间就要靠太太来补上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嘛，我一天睡那么少时间，几乎全部时间都在工作，那对太太来讲也是很大压力啊。我们甚至有时候没有时间一起吃饭啊什么，而且我们是创业前就结婚，然后创业的过程太太在怀孕，正式确定要以创业为业之后呢，太太生了。很长一段时间呢，我南北跑啊，然后尤其第1年工作室刚设立的时候，然后太太呢必须在高雄。现在孩子慢慢长大了嘛，要不要教，要不要带？那这种创业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。我就常常在想说，天哪，到底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？像我昨天只睡4个小时，就到现在了。可是我还得保持脑袋清醒啊！而且你仔细观察，晚上的直播口语多了一点然后节奏呢会比较松散一点。那早上非常紧实，可是你想，我们的频道的重担是在晚上，我等于要用最疲惫的身体应对晚上最高强度的输出。对我来讲，主持跟被访，那已经是我生活里面最轻松的。其实做 talk 是最累的，真的是最累的，因为做 talk 你事前的所有的准备，像2号讲的，我们所有的企划都压在自己身上。那我太太就很棒，她就是会帮我准备好吃的啦什么的，都准备好。那这也经过磨合期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顺，常常为了这种大小问题也是有一些摩擦。现在越来越好了。总之其实这2-3年真的最辛苦的是太太了。给我们所有的小编，也给我太太也给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就互相刷个爱心，好不好？大家互相加油打气。谢谢大家